嗨，大家好。今天呢，继续在我住所的附近的林荫小道当中随意的骑行。但今天呢，没有任何地方可去啊，纯粹呢就是在住所附近闲逛。平时呢来来往往啊，这条骑行道骑了很多回，但是呢，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一片小森林在这边啊。这里面呢是有一些比较窄的步道，可以到里面去。但这边呢，一般而言啊，就那种小的步道上面呢，都最好不要骑车，因为会妨碍打扰行人在里面散步、慢跑的人啊。但今天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啊，就纯粹趁着天气还好啊，到外面来兜兜风。吃完饭以后呢，消消食啊。平时呢，我都在右侧的里面的骑行道上骑行啊，但今天呢，我就骑到了马路上，因为我在想着能不能穿街走巷的到那些小路里面呢去转一转，顺便呢也领略一下啊，温哥华这边，当然这边是伯纳比啊，同属于大温地区的这些老百姓住的房子，这些种类啊，生活的一些场景。但是我发现呢，这个地方如果我要骑下去的话啊，这个坡非常的陡啊，这我等一会还能骑得上来吗？我的左侧呢是一排连排的房子，但是呢，看到这样的这种尖顶啊，我就感觉它是一种比较仿古的款式啊。根据我的了解和朋友的介绍呢，温哥华这座城市其实历史很短，我相信也就是100多年吧。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太平洋铁路造成了淘金热，最后呢，几万有说10几万、几十万的华工啊，当年为了建横贯东西的这个铁路的时候呢，慢慢的也把这边带旺起来。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新移民，他们可能就属于第一代、第二代的移民，来了以后呢，就把当地的一些土著啊，类似印第安人的一些居民呢，赶到更北边、更内陆的地方去，然后呢，他们就在这边安营扎寨，把从欧洲带来的，主要呢是当年还沐浴着大英帝国的余晖啊，就是把那个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那些建筑物都搬来了这里。我们如果去到downtown呢，你可以从现在还留下来的一些看上去有些历史年头的欧式的那些建筑物里头啊，就找到很多痕迹。那居民的住房呢也不例外啊。在温哥华当年开始建成的时候，最早的一批房子呢，其实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和后来的爱德华时代啊那种房子的款式。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属于一种尖顶，门前呢有一个平台，然后呢装潢呢还是比较华丽的一种房子啊，所以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当然在这个你要去到英国一些伦敦其他大城市啊，他们就会分得很清楚啊，哪一些是维多利亚的，哪些是爱德华的。
哪些是更后面的这些房子。那么这房子呢，最早的话呢，距离现在应该有200来年了，但是在温哥华这边呢，其实也就是100多年而已。这个就是最早的温哥华的房子的样式啊。当然那个时候的传统，我相信主要就是以一种独立屋的形式出现，而独立屋成了不可负担啊，土地越来越稀缺呢，后来又建了很多的同样款式的尖顶的联排屋，就把一块土地能够更集中起来用啊，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那么随后呢，随着城市的扩建啊，经济的发展，移民的增多，就慢慢的呢，就形成了更多款式的房子，就更讲究实惠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以这种尖顶的房子出现了，很多房子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平顶啊、大露台啊等等这种款式。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左右开始啊，这边呢又进行了一些住房款式方面的革新，就大家现在温哥华深受欢迎的称之为 Vancouver Special 的一种房子。这种房子呢，其实也就是独立屋，只不过呢它更加的宽一些啊，占地更大一些，然后一般都是2层楼，而且呢没有那种在地下的地下室，所以它这个 basement 呢其实就是1楼。那这种房子呢更讲究生活的这种素质，更讲究舒适，所以呢它不但是前面，而且后面呢都有阳台，并且呢很多的这些 Vancouver Special 的房子呢，它都是后面连着车库啊，所以呢就入门式的车库呢慢慢的就多了起来。就这边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你买了东西以后直接到自己家里，那确实是会方便很多。你看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这条街上啊，大家可以看到对面的房子呢都已经完全改了模样啊。那个小一点的房子呢基本上还行啊，但边上呢就基本上就是一种平顶坡顶，而且呢款式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我现在镜头正对的这个呢就是 Vancouver Special， 你看它就是入户式的车库，这个2楼的这样的房子，然后呢前面有个阳台，我相信后面说不定还有一个阳台啊。就在一条街上呢，你现在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房子啊，就是混合着。而这个马路的对面呢，应该就是最老的那种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了。你看那个尖顶，完全跟教堂可以比美啊。它就是属于这种，但是呢，它是有地下室的，下面是沉在地底下。那么当然，根据地势的这些起伏啊，那有一些这些地下的部分呢，可能有一半是露在上面啊，会有一些阳光照进来等等。但总的来讲呢，就是住在下面呢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那么这个地下室呢，我相信以前并不是为了住人，主要呢就是为了储藏一些东西啊，食物或者一些工具等等，是保留着那种以前的老式传统尖顶。然后又到了后来呢，其实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了啊，就是土地越来越稀缺，移民呢进来的更多了，土地不够用了，那么这些城市屋的概念就出来了，就是很多的这些独立屋呢，就慢慢的就被这些联排的别墅啊这些所取代。然后呢，这个社会也有贫富差异，为了要做到人有居屋，所以呢就会建一些集合性的住宅。
慢慢的这些 apartment 的概念就出来了。那么有很多呢，还是把这种房子建在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甚至有很多呢，只是一个出租用的，就是我们说的廉租房。那这些房子呢，像在梅丘趟这种交通便利地方非常多但是发展到了这个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这些低矮的 apartment 呢，就被改造成更高的、更现代，看上去更摩登，其实呢也更省土地的高层的 condo，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公寓的房子。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现在的温哥华呢，这些房子已经是五花八门，5、6种、6、7种的不同的房型，当然有不同的功能都混在一块儿。甚至呢就在一条街上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房子。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一个公园，但是没有路可以进去所以呢我还是只能再兜回去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这条街你看这个街上很明显的就是有那种比较早期建的房子，就这种是窝在下面的，就地下室在下面，半层地下室呢在地平线下面的。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以前的老房子并没有被改造你看对面的这些房子尖顶的，但边上呢又是相对比较平缓的。我觉得这个房型呢也是跟一种社会的风尚、时尚更加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等等都有关系。当然更多的跟这个居民，他这个房子的主人他自己的喜好，还有他的经济的实力有关。很多房子呢被买去以后大家都会做一些重新的翻建。你看对面的几个房完全就重新翻建的。其实很显然他就是希望达到呢在同一块土地上起更高的楼，比方它有3层，那以前的房子大部分都2层，这样呢它就多了1层的居住面积就可以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当然还有很多人呢是把底下的房子是出租的，为自己呢带来一些收益，这样呢可以补贴他的 mortgage， 补贴这些房贷就这样的一回事。那么有些房子呢不管新旧它那个外墙弄得很漂亮，甚至有很多装点但是也有很多房子呢它纯粹就是涂了一层涂料而已。但是呢我去过不少加拿大人家里其实每一家呢都还是搞得很温馨的，虽然用的家具新旧无所谓。所以今天呢就纯粹就出来随便兜兜，来看看温哥华伯纳比这边的这个房子我觉得我以前也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呢我大概也知道一些，所以跟大家闲聊几句
后呢，我们就把车骑进了一个像社区一样的街道啊。你只要看到这些房子，如果都是统一的风格，那就有可能是同一个开发商建的。当然，它不见得有什么门禁，它就是统一开发的一片区域啊。我的右侧呢，就是一个像森林公园一样的公园。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很多房子，它都是这样子的。它会有一个可以让车游turn的地方，但实际上呢，每一户的房子啊，就是挨着，这样呢，就好像一个小港湾，跟大的马路呢就会有一些区隔，就不会那么的吵闹。就这些房子的边上呢，就是一个公园。公园呢就有这样的散步道啊，我稍微的走一段吧。你看这样的森林啊，还是一派原始的状态啊，就跟我上次去 Burnaby Lake 那边的步行道行走的时候看到的树木差不多，就是有点杂乱，就完全是自由生长，甚至是自生自灭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你看，有些树呢都已经倒伏了，根也裸露出来了。但这边呢，下面是一个山谷啊，还蛮深的一个峡谷。我们来看一看啊，你看这个里面很深的，听到很多声音啊，像是动物们在里面，应该有很多动物吧。当然这边呢，我不相信会有熊啊，但是去到稍微远一点地方呢，就会写着有熊出没啊。比方说那天去奔纳比雷克的时候就看到，注意有熊出没。我都不知道这叫什么公园啊，面积还非常的大。哦，一棵大树拦在路上。这里没有人，我还是骑行一段啊，增加一些效率。这个公园还真挺大的。我已经听到Skytrain的声音了，这弄得不好，这边过去就到埃德蒙车站了吧。
哦，这边还有网球场。所以这边的运动设施是很多的，你总能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一些运动的场所、场地。继续贴着这个公园边上骑段。哦，这里感觉呢，就是一个社区公园了啊，小朋友玩的秋千啊、滑滑梯啊都有。就是小孩玩的一些设施啊，都有啊，就在一个森林公园的边上。这边呢还有一个潜水池，夏天时候也是给小朋友玩的吧。啊，马路对面这一家呢，应该就是翻造的啊，它保留着地下室，但变成了3层楼。这条街叫 Clinton。像这地方呢，我都是从来没来过的啊。这个大场地是打 baseball 的吧？你看，这个是打那种，应该是 hockey 的吧？还有一个篮球场。他还是非常注重啊，就是这种各种让孩子们动起来的设施，这个挺好的。我昨天呢专门到 Richmond 去骑车，我从那个 Richmond 的最西边的那条海边的骑行道啊，一直骑了应该有10来公里了，骑到了那个最顶头、最西南角的 Gary Point Park 那边呢有渔人码头。
那一段的路呢，跟这个路有点像，就那种石子路，风光无限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往我前期的视频去翻看一下。这边呢还有个大坡下去。看到 Skytrain 的这个声音越来越近啊，想必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车站附近了吧。整天在Edinburgh那边搭车，但其实这个边上的这些地方我都没来过。其实这里面很大的。这边呢就有一些居民的房子啊，就是我曾经说到的一个社区，就在车站边上，但是完全没有商业。说的呢就是这里啊，就一个在Edinburgh车站后面就旁边的一个居民区，建了有那么7、8栋的高楼，但这边呢却没有他们专门的一个商业中心啊。也有一个码头，应该也有一个小的码头，就是小的一个 market， 就这个了。这 Kim's Mart， 这是一个韩国商品的一个超市。哦，这个地方我还真从来没来过呢。所以呢，百闻不如一见啊，就是这些社区啊，你如果平时没有机会到这边来看一看的话，走访一下的话，你完全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啊。这个社区看上去房子都还挺结实啊，相信应该也有他自己的会所啊。一出门对面的就是Skytrain的车站。相近是同一时期开发的楼盘啊，你看除了这几栋之外，马路对面还有好几栋这样同样款式的高楼。所以我要纠正一下啊，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个小超市的，但是确实没有太多的商业的网点，好像也没有什么餐馆之类的，就纯粹是以一个居住为主的这么一个地方。但出行呢还算方便，因为 Skytrain 走路估计也就是5分钟左右吧，这样的一个地方。而这个边上呢，就是一些更低层的这种
应该也是 apartment 吧，或者也叫公寓，只是一些低层的公寓而已。但这个地方最好的呢，就是它在一片森林的边上，就是我刚刚贴着一个森林啊走过来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真的是空气一定是很好，而且适合大家呢在那边散步啊等等。非常安静的一片社区。这边的车呢可以停2个小时在马路上啊，就如果来访问一下朋友呢，2个小时也差不多了。有时候呢就是这样的骑行闲逛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看看周围的居住区啊，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啊，多少可以帮助了解这边人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虽然说加拿大人现在因为通货膨胀原因啊，物价飞涨，当然也包括这个房价飞涨，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呢，生活压力陡增。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很多人想躺平没地方去，这也是一个现实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在不断的建房，右侧这边很多房子在建。现在来到了 South Point Road， 这边呢也都是社区。我看到那个小马路里面呢，好像又是一片森林。就Burnaby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森林地带啊。这边有个房子售的了。前方呢到了20街了。骑过20街呢，右侧就是他们的电力公司啊。左边也是，所以这些电力公司我相信应该是国营的吧，占地非常的庞大。我相信左侧的这些房子
都是以前那种矮房子拆掉，要不就是以前空地啊上面建的这种集合的住宅。这边呢还留出了一片可以玩的空地。我在住所楼上呢，经常会看到正在建的这几栋高楼，2栋应该已经建完了，1栋还没封顶。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啊？今天去探究一下。你看啊，这边在建新的大楼了，60英亩的一块地方啊。应该是住宅啊，但这个住宅还是很漂亮啊。上面有介绍。叫 Southgate 这么一栋楼啊，还没建完，应该有个40-50层吧。这种楼要是放在中国呢，比比皆是啊。但在加拿大，在温哥华这边呢，现在也在慢慢的发展这样的高楼。相信呢，将来又是一块引领风尚的地方了。但就不清楚它到底是靠近哪一个车站啊？是22街吗？感觉这个房子还不错啊，周围其实建了几栋，相信里面应该会建更多。既然这样的话呢，我就干脆停一下我的单车，到里面去闲逛一下，假装来看一下楼。May I have take a look? No. Sorry, I need you help me to fill the form here. Oh, really? Yes. Oh, it's okay. It's okay. All right. 还有门槛的啊，就是你到里面去看楼，还必须要登记 information 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算了吧，也可能出于一种管理的需要啊。但更多的，实际上我知道这个就是一种营销的手法而已。它需要的是精准客户，但它有时候也会走宝。本来在里面去拍一下呢，可以有所了解，分享出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但是这个里面的人不给这个机会，那我们就算了，本来就是闲逛而已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闲逛一下啊。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已经是从楼上看到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干嘛的就已经明白了。看来这边呢，除了建房以外应该还会有其他的配套设施。我看这个右侧的这个大家伙、大房子，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社区中心呢？你看这边的房子呢也是各种各样也有矮层的，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就是矮层的房子，阳台很大所以他如果把这个配套的社区中心等等都搞好的话呢，这个地方还是相当不错的。这边呢已经来到了一条大马路上了，应该是不错的一处新的，将来有可能会成为附近地标的一个住宅楼看到这边呢有很大的一个球场我相信这块地方呢以后就是社区中心图书馆之类的地方了，还是不错的一个居住区。所以今天我们闲聊房子，就温哥华这些房子100来年的发展的一种变化然后这个城市呢越来越大，最后呢也是避无可避的就变成了高楼的楼群。那这个呢在downtown这边呢就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这个地方呢是社区学校，那我相信呢这就是他们社区中心了，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所在吧。4个7，这是它的门牌号码吗？这么一个地方。这边还有很多名堂了，还建了一座桥了。这是一片以前没有关注过的新的社区原来这是一条步行桥、骑行道这一下呢又回到了马路这头来了。
现在我又回到了这个碧溪电力公司门前这条道了。好了，现在准备回家去了。左侧呢就是 Edmond 车站啊，正对着18街。好了，又回到了 Edmond 这条街上了啊。今天这一段随意的骑行，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不完全正确有关温哥华房子的一些事情，而且呢，也看到了正在长高的温哥华一个新的社区啊，新的公寓，以及边上配套的一些社区中心、社区学校，感觉还是相当的有前瞻性啊，规划得很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呢，跟大家说声拜拜，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次骑行再见，拜拜。